你个死变态，竟然故意碰瓷我们！碰你！碰瓷我们，竟然还敢动手！你不说话，我都把你忘了。我叫叶凌渊，上一世我的人生彻底毁在了火车上这两个女人手里。她们一口咬定我故意碰瓷，还污蔑我对她们进行骚扰，甚至抢走我的手机，当着整个车厢乘客的面翻了个底朝天。可最后什么都没找到，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她们把我被闪光灯照得睁不开眼的照片发到网上，给我贴上了猥琐无赖的标签，然后我就被铺天盖地的网暴彻底淹没了。公司第一时间将我开除，房东像丢垃圾一样把我赶出去，就连我即将步入婚姻的未婚妻林薇薇也只发来一条微信：你真让我恶心，我们完了。最让我崩溃的是老家的爸妈，他们被人堵在家门口辱骂，家里被人泼油漆砸窗户，一辈子老实本分的老两口，活活被气到心梗。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被这两个满嘴喷粪的女人嚼得粉碎。上一世的我还傻乎乎的跟他们摆事实，我没有，你们凭什么诬陷我？可换来的只有他们更嚣张的辱骂和周围人看垃圾一样的眼神。最后不堪重负的我从77楼跳了下去。再次醒来时，我竟然回到了当时被诬陷的位置，耳边依旧是那尖酸刻薄的谩骂。这一世我才彻底明白，跟垃圾讲道理是天底下最蠢的事。你敢打我？你个臭屌丝，还敢动手！张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她像个疯婆子一样朝我扑过来，我只往旁边错开一步，抬脚先对着旁边拍照的李飞就是一脚，随后一把攥住张曼再次挥过来的手腕，那力道让她疼得脸都煞白了。放开！你他妈要给我放开！我没理他，反手又是一巴掌，比刚才那下更重。这一巴掌直接把他抽得原地转了半圈。车厢里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这两个狼狈的女人，慢慢的整理了一下被抓皱的衣服。上一世我百口莫辩，这一世我只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说话。被诬陷碰瓷和动手反击，哪个下场更惨？被诬陷碰瓷，上辈子我已经试过一次了。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站了出来：你怎么能打女人？还算不上个男人？想英雄救美？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他们诬陷我，你看见了？我没看见他们诬陷你，但我看见你打人了。我被他给逗笑了。你没看见的就等于没发生，你看见的就是全部真相。不管怎么说，打女人就是不对啊！你看给那俩姑娘打的都出血了。就是啊，这男的也太狠了吧！可万一真的是这俩姑娘诬陷他呢？没看见男的一直很冷静，是女的先动手抓人的吗？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安保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怎么回事？谁动的手？美女没事吧？我认得他，准确的说是认得他这张脸，更认得他这身衣服。上一世就是这个舔狗，不问青红皂白抢走我手机，还一口咬定监控坏了，让我死都翻不了案。张曼看到救星，眼泪说来就来。大哥，就是他故意碰瓷儿，还骚扰我们，被发现了还打人。王军听后火冒三丈，指着我的鼻子：把手机交出来，立刻跟我去保安室，你听见没有？我笑了笑的让他心里发毛。凭什么？就凭我看见你打人了，你这种人必须严惩。王军眼睛瞪得老大，一副质问的语气，还是那套话术。我懒得跟他纠缠，掏出自己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按了110。电话一通，我直接开口：喂，110吗？我被人诬陷了，对方还试图抢夺我的手机，我要求介入处理，地点人民广场方向4004。一车人都愣在原地，他们大概没想到我这个被当成打人凶手竟然是第一个报警的。王军也皱起了眉：你装什么蒜？到站了，你必须跟我走。挂了电话，抬眼看着他：第一，你不是警察，没资格命令我；第二，别跟我扯什么监控坏了的屁话，这车厢里摄像头不止一个，拿手机拍的人也不止一个。我的目光缓缓扫过车厢的每一个人，最后目光停留在一个角落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正在悄悄放下手中的手机，停顿了1秒。上一世就是他拍的视频，在我死后才还了我一个屁用没有的清白。这辈子我要让真相在审判开始前就坐上唯一的证人席。很快就到了警局审讯室，给我做笔录的警察姓李，40多岁，眼袋耷拉着。姓名：叶林泉，年龄26，职业：风华集团项目经理。风华集团的，那可是大公司啊，怎么回事？非得在这儿动手？他语气平平的，我就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没添油加醋，也没带任何情绪。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先动手动嘴侮辱我在先，我才还手，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一拳把人鼻梁打歪，一脚踹的人半天起不来，你跟我说这叫正当防卫？叶经理，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懂法？我只是在说事实，法律没规定，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指着鼻子骂，我还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盯着他的眼睛，我的脸面的名声就不是伤害了。看我这么平静，配合调查是公民的义务，希望你能如实说明情况。现在对方控告你故意伤害，2名当事人的伤情初步鉴定已经出来了，如果最终认定为轻伤，这确实会对你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我心里冷笑，上一世就是这几句似是而非的话，加上监控坏了，无人作证的误导，让我百口莫辩。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浓妆女叫张曼，一个专搞仙女跳碰瓷的网红，她那个在市里当小领导的叔叔，就是她最大的后台。而我一个没钱没势的倒霉蛋，是他们刚钓上的鱼罢了。但这次不一样了，我抬头看着李警官：同志，我也要报案啊！我要告他们诽谤，还有诬告陷害。他们在公共场合捏造事实，恶意传播，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让我精神上受到了巨大伤害。那个安保王军失职不作为，
甚至可能跟他们是一伙的。我保留追究他责任的权利。公共区域监控依法至少保存30天。我下巴微微一抬，我要是没记错，我待的那节车厢前后各有一个半球摄像头，正对着车门，我站的位置不可能有死角。要是你们跟我说监控坏了，我会马上找律师申请对相关设备和负责人进行调查。审讯室里安静的吓人，只剩下空调嗡嗡的声音。李警官的眼神骤然一变，原本脸上的凝重彻底换成了锐利的审视。他估计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上班族，不仅不怕，反倒条理清晰。就这么僵持的时候，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小年轻警察快步走到李警官身边，还忍不住往我这瞟了几眼。李警官的脸色一下就变得古怪起来，看我的眼神里那股威压少了。追风，你朋友来了，多了点琢磨的意思。还有他的同伴说想跟你谈谈。林微微上一辈子，她是我掉进黑暗里想抓住的最后一点光。我以为她会无理由的信我，会陪我扛下所有。可当网上的唾沫星子快把我淹死的时候，她甩开了我的手，跑了她拉黑我前发的最后一条消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现在她来了，还带着她的朋友，我几乎能猜到那个朋友是谁。门再次被推开，走在前面的是林微微，化着精致的淡妆，眼眶红红的，水汪汪的，那副为我心都碎了的样子，演得真好。他身后那个男的高天，我大学同学，一个家里拆迁暴富的富二代，也是个一直像苍蝇似的绕着林微微转的货。上辈子的仇人这么快就凑齐了。林微微一开口就是给我定罪，他没问我怎么回事，也没问我有没有受伤。哎，你怎么这么冲动啊？你怎么能在外面打人呢？还是2个女生。我没吭声，就静静地看他眼，看着这张我曾经爱到骨子里的脸，现在只觉得又陌生又可笑。你太冲动了，网上都炸了，说你是偷拍的暴力变态。他说着很自然的伸手搭在林微微发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微微没躲，反而顺势往他那边靠了靠。我静静看着这一幕，心里凉透了。上一辈子我就是被他们这副为你好的嘴脸给骗了。我以为他的责备是爱之深，我以为他的帮忙是同学情，直到我被开除，被赶出家门，背上一屁股债，才在新闻上看到他俩风光订婚。原来他俩才是一对。我就是个被啃得骨头都不剩的傻逼。闹得很大吗？何止很大，自己看热搜爆了。高天掏出手机直接对我脸上，手机屏幕上是我的高清大头照，旁边那2个女的脸上打了码，很合理。评论区已经炸了，置顶的是我的身份证、住址和公司信息，往下全是骂我，看着人模狗样，没想到这么恶心。风华集团出来管你们的员工，心疼小姐姐，这都打成什么样了？长得帅有屁用？他女朋友也是瞎了眼。评论区各种路人内心独白，林微微的眼神也落在那条评论上，身子猛地一抖。道歉，道歉，马上跟他们道歉，赔钱。只要他们肯删掉帖子，发个谅解声明，这件事就还有挽回的余地。听兄弟一句劝，给他们道个歉。不管怎么说，打人就是不对。他顿了顿，抛出重点：我打听过了，那个张高曼家里有关系，你惹不起，给人家公开道歉，赔偿50万，这事儿就算了。你要是没钱，我可以先借你，利息就按市面上的算，不坑你。50万，还是这个数。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逼我，让我砸锅卖铁去凑钱。现在他都装起好人来了。市面上的利息，怕不是高利贷吧？听见没有？高天都愿意帮你，你还愣着干嘛？快点答应啊！非等公司把你开除了，你才满意。他的脸上全是失望和恐惧。我看着这张脸，只觉得陌生。在他的世界里，我的清白和尊严还不如一份工作重要。他根本不在乎我的名声，只怕我会影响到他。审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李警官拿着份文件走进来，拍在我面前的桌上，这是对方律师给的和解协议，赔50万，录道歉视频。高天嘴角勾了一下，你要是同意签了字，这事儿就结了。我没看协议，一直盯着林微微的脸，我问出了那个埋了2辈子的问题。林微微，你信我吗？他僵住了，审讯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他。高天脸上的笑也收了起来，他皱了皱眉，似乎没想到我会问出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终于炸了，声音又尖又气。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你有没有偷拍重要吗？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你动手打人了，你能不能成熟点？别再纠结这些没用的事。不重要，我笑。原来我的清白，我的冤枉，在他眼里就是没用的事。那一刻上辈子想不通的结全解开了。一直没说话的高天终于找到了机会。微微也是为你好，成熟点吧。现在这社会是什么并不重要，别人姓什么才重要。听我的，先签了。50万我先转你，改天打个欠条就行，录个道歉视频，说几句软话，委屈就委屈一下。男人嘛，能屈能伸，日子还得过，对不对？别磨磨唧唧的，人家愿意和解，这已经是你壮大愿。你现在只有听我高天的，才是最好的结果。还以为骨头多硬呢，在里面磨叽半天，最后还不是要乖乖认怂。50万啊，曼姐，晚上去哪儿庆祝？全城最贵的日料，必须让那个穷种跪在地上把钱付了，不，还得让他舔干净咱们的鞋底。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群人，想用钱财我尊严的高天，催我认罪的未婚妻，还有门外那2个提前庆祝的女人，他们联手给我织了张网。上辈子我就是在这里签了字，然后一步步掉进深渊。这一次不会了。你们说的对，真相是什么不重要，别人相信什么才重要。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别人相信的是另一个故事呢？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协议我不签，50万一分不给，道歉视频你们去做梦吧。你疯了？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问我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你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不念同学情分，让你在里头好好吃点苦头了。可以啊，不过在靠我之前，
我建议你们先看点有意思的东西。话音刚落，审讯室的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一个穿着高级警督制服的中年男走了进来。李警官看到来人，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当场弹了起来。周局，您怎么来了？被称作周局的男人看都没看他，径直走到审讯室的电脑前，把一个叫正义不会所行的网友5分钟前上传到市局公共邮箱的视频给我调出来。是。李警官的手开始抖，哆哆嗦嗦的想去操作鼠标，却被周局的下属一把推开。很快，一段视频被投射到了墙壁的屏幕上，画面有些晃动，但收音效果极好。画面开始是车上拥挤的人群，镜头里，张曼和李飞交换了一个明显的眼神，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算计。紧接着，张曼身体一歪，像是被人群推搡着，精准的撞在我身上。她尖利刺耳的声音通过音响回荡在死寂的审讯室里。我看到屏幕里的自己一脸错，还没来得及辩解，就被淹没在他们早已准备好的污言蜚语中，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重新扎进我的血肉里。但我没有移开视线，只是平静地看着屏幕上每一个人的脸都清晰无比。最先有反应的是李警官，他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额角最先渗出汗珠。他下意识地想去摸腰间的警棍，手却抖得厉害，根本握不住。高天脸上的得意和优越感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僵在嘴角。他死死地盯着屏幕，而林微微，她下意识地捂住了嘴，身体控制不住地轻轻摇晃，眼神里先是震惊，然后迅速被一种巨大的羞耻和恐惧所淹没。视频播放完毕，屏幕暗了下去，但那两张因嫉妒和算计而扭曲的脸，却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在场所有人的脑子里。不，这不是真的，是 P 的，是伪造的！他像疯了一样尖叫着冲动，李飞则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嘴里失神的喃喃自语。李警官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完整的词都说不出来。高天的脸色由白转红，再由红转青，像个调色盘一样精彩。整个房间里唯一平静的只有我。我缓缓站起身，现在所有的真相都已经水落石出，不理会一旁神色慌乱的林微微，还有脸色骤变的高天。我看向那位始终面色严肃的中年警官，现在还需要我认罪吗？周局的视线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把手铐给他解开。笔录的那个李警官拿着钥匙，用一双抖得像帕金森似的手哆哆嗦嗦地对准锁口，试了好几次才把我的手铐打开，手腕重获自由。一道清晰的红痕触目惊心。周局的眼神冷了下，他连名带姓的喊道：李建国！李警官浑身一激灵，膝盖软得再也站不住。李建国面如死灰：我错了，我真错了，我是一时糊涂，被他们给蒙蔽了。周局不再看他，声音冷得像冰：我看你是利欲熏心，身负职责却偏袒一方，刻意施压误导他人，甚至联手他人捏造事实，你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吗？纪委的同志会上门跟你好好谈。现在把你肩上的警衔、胸口的警号，还有你的警官证都给我摘下来。这比直接撤他的职还要残忍。周局的目光随即转向了张曼和李云。至于你们两位，相关行为已核实清楚，需代理分别沟通。两个女人被警察粗暴地架了起来，张曼企图用背景压人。不要这样，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今天谁来也保不住你，我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蔑视法律尊严的败类。他一挥手，张曼和李飞被毫不留情地拖了出去。审讯室里终于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周局，以及像两尊雕塑一样尴尬地处在一旁的林微微和高天。周局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叶先生，这次的事情是我们警方内部个别人员失职，让你受委屈了。我代表市局向你郑重道歉。严重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公正无私的。感谢你的理解。后续的处理我们会依法进行到底。关于对你的名誉损害，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公司提出索赔。谢谢，警方会全力配合，提供所有证据支持。处理完这一切，周局带着人离开了。临走前还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水泥。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我真没想到他们是这种人。我发誓，我一点都没掺和，我全是他们自己搞的。我也是被他们给骗了，你一定得相信我。你不是说真相是什么不重要，让我低个头这事儿就过去了吗？高天，收起你那套自以为是的虚伪，你心里想的什么，我比谁都清楚。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不相信你，我不该听高天的，我只是太害怕，我只是害怕了。害怕？你害怕的是我坐牢会连累你的名声，还是害怕得罪了高天，断了你那条一步登天的路？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感情？哼，在我最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带着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对立，逼我承认我没犯过的罪。我以为这就是你说的情分。也没有那些证据，你是不是就准备看着我背负罪被拘留，然后你就心安理得地接受高天的帮助，开始你的新生活？云晨，你怪我没好。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问出了那个早已有了答案。林微微，你摸着你自己的心，告诉我，你真的爱过我吗？林微微被我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脸上血色褪尽，她还在试图用过去来绑架我。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怎么能怀疑我？别说了，我打断他，感觉多听一个字都是对自己的侮辱。林微微，
从你带着高天出现在这里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结束了。我不同意分手，不能这么对我，是我陪你从一无所有走到现在的。一无所有？你指的是我刚毕业月薪5000的时候吗？那时候是谁嫌弃我租的房子小？告诉我，那也算一无所有吗？是谁抱怨我没时间陪他逛街？是谁拿着我买的礼物转头跟朋友说是我死皮赖脸送的？是我把你当成宝捧在手心，可你呢？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一个可以随时丢弃的工具吗？够了，别仗着占了点理，就把过错推到微微身上。林微微的脸色更加难看，高天终于忍不住了，他一把将林微微拉到自己身后。轮不到你插嘴，我就要插嘴！我冷冷地看着他，高天对我的态度激怒了。别以为反转了你就了不起了。他这是在提醒我，也是在威胁我。我告诉你，这件事儿还没完，你打人的视频还在网上挂着。你猜对方公司会不会拿这个做文章？那又如何？我说了，那是正当防卫。我相信看了完整视频的网友会有自己的判断。网友只会被舆论引导。最后一次机会跟微微道歉，我可以帮你压下去，否则你就等着第2轮网暴吧。他说完，拉着还在哭哭啼啼的林微微转身就走。走出警局，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第2次舆论风波，我等着。有公司的，有朋友的，还有一些陌生的号码。我先是给父母回了个电话，只是个误会，告诉他们我没事了，让他们别担心。只是个误会，让他们别担心。然后我点开了社交软件，果然，事情正在朝着高天预言的方向发展。完整视频的出现，让舆论出现了2极分化。一部分网友在为我鸣不平，痛斥张曼和李飞的恶劣行径。这俩女的也太恶心了吧！建议直接判刑，支持小哥打得好，对付这种人就不能手软。另一部分声音却在悄然兴起，一些营销号和所谓的大 V 开始带节奏。这些言论的背后，显然有专业的推手在操作。张曼和李飞背后的那家机构开始发力了，他们想把水搅浑，把焦点从诬告转移到暴力上。哼！我的手机响了，是公司人事部打来的，冰冷不带一丝感情的通知。喂，叶凌渊吗？我是人事部的王经理。关于你在网上的事情，公司高层非常重视，经过讨论，决定对你做出停职处理，请你明天到公司来办一下手续。和上一世一模一样，他们甚至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眼里，一个惹上麻烦的员工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累赘。我挂掉电话并不意外，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暴风雨才刚刚开始，但我已经不是上一世那个只能在风雨中瑟瑟发抖的叶凌渊了。我打开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名字苏晴，一个在法律界以疯狗著称的女人，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帮我咬死这群恶狼的人。苏晴的律师事务所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整整1层楼落地，窗外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前打电话，语气犀利，语速极快。王总，我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违约金3000万，1分都不能少。你要么今天下午5点前把钱打到我们公司账户，要么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别跟我说什么情面，我的字典里没有这2个字。挂掉电话，他才转过身，看向坐在沙发上的我，他的目光像 X 光一样在我身上扫了一遍，带着一种审视和评估的意味。苏晴走到我对面坐下，给我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叶凌渊，是我。地铁事件的当事人。是。我的咨询费1小时5000，你确定要找我？我确定。这里面有20万，算是前期的律师费。如果不够，我再去想办法。我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推到他面前，这是我工作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上一世这笔钱，我原本是打算用来和林微微支付婚房首付的，最后被他以彩礼的名义直接扣下，把我拉黑。苏晴看了一眼那张卡，没有动。钱不是问题，我只接有挑战性的案子。说说你的诉求。我的诉求很简单，第一，我要告张曼、李飞及其背后机构。罪名包括诽谤、诬告、陷害、敲诈勒索，我要他们身败名裂，把牢底坐穿。第二，我要告地铁公司管理失职及王军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我要他们公开道歉赔偿。第三，我要告那些带节奏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营销号和大 V， 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第四，我要起诉风华集团无故将我停职，我要他们恢复我的职位，并赔偿我的所有损失。我说完这4点，苏晴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她拿起桌上的水瓶喝了一口，有点意思。你这是想把所有得罪过你的人一网打尽？他们既然选择与我为敌，
就要做好承受代价的准备。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面对的是谁？张曼他们背后的 MCN 是业内有名的黑公关，手段狠。地铁公司是国企，想让他们低头难。那些营销号背后都有资本撑腰。至于风华集团是行业龙头，高层没点手腕，你信吗？我信，所以我才来找你。你凭什么认为我能帮你？凭你是苏晴，全城最好的律师，你出道5年，大小官司上百场，无一败绩。这些信息是我上一世在绝望中疯狂搜索如何维权时了解到的。你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看来你对我做过功课，不过光是了解我还不够，我需要知道你手里有什么牌。我手里的牌就是真相，这里面有完整视频和查到的东西。我将一个 U 盘推到他面前，苏晴挑了挑眉，将 U 盘插进他的笔记本电脑。他点开里面的文件，除了视频，还有一个文档，文档里详细记录了张曼和李飞过去1年里用类似手段碰瓷敲诈另外3名男性的信息，包括时间、地点、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及最终他们得手的金额。这些都是我凭着上一世的记忆整理出来的。上一世，这些受害者因为害怕名声受损，都选择了忍气吞声，花钱了事。苏晴越看眼睛越亮，这一世我要把他们全都拉到阳光下。他抬头看我，眼神里充满了好奇。你是怎么拿到这些东西的？我知道这不重要，酒少说害。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能不能成为武器。何止是武器，这简直就是核弹。他站起身，朝我伸出手。合作愉快，叶凌渊，你比我想象的要有趣。案子我接了。合作愉快。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冷，但很有力。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从现在开始，你一切行动听我指挥。我不希望我的当事人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愣头青。没问题。通知公关部和法务部开会，我们有大生意了。苏晴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我知道我的反击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开始。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在整个城市掀起。苏晴的效率高得惊人，仅仅1天时间，她的团队就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第2天上午，4封措辞严厉的律师函被同事送到了张曼所在的机构。紧接着，苏晴以我的名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长枪短炮，坐在发言席上，面对着无数闪光灯，神情平静的苏晴作为我的代理律师首先发言。各位媒体，大家好，作为叶先生的代理律师，我将言简意赅地陈述整个事件的真相。然后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播放了那段未经任何剪辑的完整视频。视频播完，全场哗然。紧接着，苏晴又抛出了第2颗重磅炸弹，她公布了另外3起张曼和李飞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信息。虽然隐去了受害者的姓名，但详细的作案手法和涉案金额足以证明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苏晴的声音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我的当事人叶凌渊先生不仅是这起网络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更是一个吹哨人。他勇敢地站出来，是为了揭露一个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犯罪产业链。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并已向警方和相关部门提交。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所有受害者一个公道。叶先生，请问您是怎么拿到那些证据的？风华集团已经将您停职，您对此有何回应？苏律师，请问这次索赔的金额多少？请您回答。苏晴的声音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现场的记者们都疯了，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抛过来。苏晴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将话筒推给了我。我看着台下的镜头，缓缓开口：各位媒体朋友，关于大家的问题，我在这里做统一的回复。第一，关于证据来源，我只能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当一个人决定捍卫自己尊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第2，关于风华集团的停职决定，我深感遗憾。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要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更要有保护员工的担当。我会在我的律师的协助下，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我作为劳动者的权益。第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召开这次发布会，不是为了索赔，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我只想告诉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曾经或者正在遭遇不公对待的人。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我说完，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发布会的效果立竿见影，网络舆论彻底反转，之前还在攻击我的声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山呼海啸般的支持。仙女跳犯罪团伙，风华集团欠叶凌渊一个道歉。这些词条迅速占领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张曼和李飞的机构股价应声暴跌，多个合作方宣布解约。地铁公司连夜发表声明，宣布对安保王军做出开除处理，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追责，同时向我公开道歉。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让我恶心的声音：喂，是叶凌渊吗？
林渊是我高天啊，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我也是被他们给蒙蔽了。有事说事。那个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他的语气不再有之前的嚣张和优越，反而带着一丝讨好和急切。他们老板托我求个情，问问能不能私了，价格好商量。他们愿意在1个亿的范围内给你补偿。1个亿真是好大的手笔，看来苏晴的那颗核弹是真的把他们炸怕了。他们想用钱来息事宁人。这是1个亿啊！有了这笔钱，你下半辈子都够了。什么工作，什么名声，在钱面前都不值一提。是吗？到时候你和薇薇……打住！第一，我和林薇薇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第二，我的答案和在警局时一样，我不和解，我要的是他们所有人都滚进监狱里去。说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拉黑了他的号码。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再多钱也买不来的，比如清白，比如尊严。高天不死心，他又换了号码打过来，被我再次拉黑。紧接着林薇薇的电话打了进来。林渊，你为什么不肯和解？1个亿啊！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那是我们奋斗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这笔钱就算我拿了，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确实说过，但你似乎也忘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林薇薇是你亲手放弃了我们的一切。我那是一时糊涂，我也是为了你好，我怕你坐牢啊。高天跟我说，只要你肯和解，他家就能帮你消掉案底。林薇薇，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不需要任何人插手，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叶凌渊，你混蛋！你以为你现在赢了吗？没有高天，你什么都不是，你会后悔的。我没有再跟他废话，直接挂断了电话。后悔？我唯一后悔的就是上一世，为什么没有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几天后，法院的传票送到了所有被告人的手中。苏晴的动作快得惊人，她联合了另外3名受害者，提起了集体诉讼。案件开庭审理的那天，法庭外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我在法庭上再次见到了那些熟悉的面孔，张曼和李飞穿着囚服，面容憔悴，早已没了当初的嚣张。他们的 MCN 机构老板，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此刻也是一脸死灰。地铁公司的代表风华集团的法务，还有那些营销号的负责人，一个个都低着头，不敢看我。高天和林薇薇也来了。他们坐在旁听席上，高天大概是想来看看他家的关系到底有没有用，而林薇薇或许还抱着一丝幻想，觉得我可能会在最后关头心软。整个庭审过程几乎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这些证据链闭环完整，每一项指控都有据可查。苏晴准备的证据链完整而又致密，从视频录音到转账记录、聊天截图，每一项证据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被告席上。被告方的律师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他们的辩护苍白而又可笑。张曼和李飞在最后陈述的时候痛哭流涕，拼命地道歉。我们是一时鬼迷心窍，希望法庭能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坐在原告席上，面无表情，现在才来道歉，晚了。当他们在地铁上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的时候，当他们在网上煽动舆论，毁掉我的人生的时候，他们怎么没想过给我一个机会？最终法庭宣判，张曼以非因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机构老板作为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公司所有非法所得全部没收，并处以巨额罚款。其余参与此案的员工也分别获刑。地铁公司、风华集团以及所有涉案营销号被判公开向我道歉，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等，共计300万元。法锤落下的那一刻，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上一世的冤屈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我走出法院，阳光正好，林薇薇追了出来，拦在我面前。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我看着他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我没有回答他，我只是从他身边径直走了过去。不远处，高天正靠在他的跑车上，不耐烦地按着喇叭。那才是属于他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再也不会有他。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苏晴叫住了我。叶凌渊，等一等。他递给我一份文件，风华集团的道歉信以及一份聘书，他们恢复了你的职位，还想聘请你担任新成立的公关危机部门总监，年薪是之前的3倍。这是什么？风华集团的聘书，烫金的字，显得诚意十足。公关危机部门总监，年薪100万，这对于任何一个打工人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他们显然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之前的过错，同时也是想把我这个人才重新绑定在他们的战车上。毕竟一个能凭一己之力掀起如此巨大舆论风暴，并最终全身而退的人，其公关能力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证明。苏晴问我，你怎么看？我将那份聘书连同道歉信一起重新放回文件袋里。苏律师，麻烦你帮我回复他们，道歉我接受，聘书我心领了，但我不会回去。为什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狠狠地打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的脸，不爽吗？爽，但还不够。一家公司，它的价值观是从上到下贯彻的。风华集团在我出事的第一时间选择的是抛弃，而不是调查真相。这说明在这家公司的文化里，员工只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这样的地方，就算给我再高的职位、再多的钱，我也待得不安心。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为别人打工。苏晴似乎有些意外，上一世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以为只要拼尽全力就能换来美好的未来，结果一场无妄之灾就让我的一切都化为泡影。这一世我想为自己活一次，我想亲手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有担当有温度的企业。有志气，
那么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准备成立公司，我想邀请苏大律师成为我的合伙人。不是打工，是合作。至于利润，你6，我4。你6我4。苏晴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5-5分。合作愉快，苏总。合作愉快，叶总。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苏晴也伸出手，我们相视一笑。1个月后，风雨者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公司的名字是我起的，我希望我们能成为那些在风暴中无助的人的引路者，能听懂他们的心声，为他们发声。开业那天，高天和林薇薇也送来了花篮，上面写着祝生意兴隆。我让人把花篮连同他们的人情一起扔进了垃圾桶。公司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个被培训带坑害，还反遭机构网暴的女大学生。第二个客户是一个因为扶起摔倒老人而被讹诈的快递小哥。第三个客户是一个被无良媒体恶意剪辑，塑造成恶婆婆形象的普通家庭主妇。每一个案子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缩影。我和苏晴带领着团队，为他们搜集证据，澄清真相，反击网暴，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风雨者的名声也越来越响，我们成为了很多普通人在遭遇不公时最后的一道希望。这天晚上，加完班，我和苏晴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城市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累吗？他侧过头问我。累。我实话实说，但很值得。是啊，苏晴也感叹道。以前打官司只是为了赢，为了钱，现在好像多了点别的东西。那叫什么？大概是叫成就感吧。他侧过头看我，路灯的光在他眼中跳跃，像2颗明亮的星星。我看着他的笑容，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亮了起来。上一世的地铁将我带向了死亡的终点，而这一世的地铁却阴差阳错的让我的人生驶向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光明的方向。我叫叶凌渊，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凌渊的少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